6月底，一个骤雨初歇的早晨，美国维吉尼亚州哈里森堡一家旅馆前面，一群整装待发的骑士与一队排列整齐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交织出一片忙碌景象。这种景象在美国并不稀奇，但是哈雷摩托车上插着的中国国旗与一群不说英文的东方骑士，却吸引了很多好奇的目光。每天早晨有个行前的准备会，这个会是关于这个的安全啊，还有今天要到什么地方的，所以这个会是大家必须要参加的会。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会，1个小时35以内，你超过的话，警察就一个一个。他叫季芳，是美国夜鹰 Nighthawk 旅游公司的执行总裁，也是这次哈雷戴维森文化传承之旅的发起人之一。这个活动邀请了中国国内各地的哈雷车主会的成员到美国来进行一次拉力骑行活动。这次骑行活动历时2个星期，穿越8个州，路程长达3680公里。这个活动得到了美国宾州州政府、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公司、美国哈雷各地车主会的大力支持。今天是行程的第10天，预定穿越维吉尼亚州雪兰多国家公园知名的天路。张宇是一名来自中国吉林长春的哈雷车主。心情 very good， 非常好。很期待。对，因为这次今天是最美、风景最美、那个路感觉最好的一天。据说是美国特别有名的，所有骑摩托车都要来的一条路，叫天路，全都是弯。所以我们很期待。震天价响的哈雷摩托车声，呐喊着自由激情，发动机流泄出的澎湃动力，载着15位来自中国的哈雷骑手朝着天路出发。大卫·波特是美国峡谷车主会的主席，也是这次担任带队的骑行总指挥。骑行总指挥就是要确保车队队员的安全，指挥全队在哪里转弯，在哪里停车，什么时候出发等等，尽我最大的能力把事情组织好。一进入雪兰多国家公园，山谷中的浓雾仿佛是希腊神话中海妖赛莲迷惑水手的歌声，吸引着一众哈雷骑士义无反顾地投入雾中。杨建明是这次中方的总领队。我是北京的哈雷车主会的主席，这次我也是带队从中国飞到美国参加这次哈雷遗产之旅。我们这次团员大概是15个车手，来自北京、上海，还有福建、长春、湖南等全国各地的哈雷车主。整个12天的骑行的行程是非常的紧凑。我们要参观哈雷总部、哈雷博物馆，要参加Thunder Valley 的这个哈雷的聚会，然后要走天路，然后去约克工厂。实际上这次行程安排的内容非常多。那么今天天路的骑行应该说，除了雾大一点之外，整个感觉大家非常好，因为路弯道比较多，景色非常优美，而且是在一个山脊上，这条道路在树林中穿行，感觉非常美。负责殿后的韦恩·布洛克是季芳的事业伙伴，也是主办这次活动的夜鹰旅游公司的主席，在这次活动中担任美方总领队。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哈雷戴维森公司了解到美国市场只能持平，原因是在美国的哈雷买主大多是50多岁的中年人，如果公司要持续成长，必须要涉足另一个市场。中国是哈雷公司不能忽视的市场。2008年，布洛克与季芳在各方支持下，带领了13名美国哈雷骑士来到中国山东省骑行。这趟名为“骑向孔子”的活动，造成当地不小的轰动。山东省政府的旅游局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动员了大概有700到1000个警力。同时，山东旅游局呢，就是各地的话都非常热诚的欢迎中国的骑手。哈雷戴维森呢，给我们提供了摩托车。这次哈雷文化传承之旅，就是08年哈雷山东行的一个延伸。一群中国骑手
列队奔驰在美国宽阔的公路上，让很多美国人认识到，原来代表美国精神的哈雷机车，竟在中国发展出这么多的拥护者。夏琦来自上海哈雷车主会，是这次美国行唯一的一位女骑手。我留学回国，在中国上班以后，也是一直有梦想哈，喜欢哈雷这文化，然后刚好有说牌照解禁，那时候是不允许上牌，后来牌照解禁以后，我回国的第一件事情就回去那个哈雷店，花了定金买了这辆车。潘黄是上海哈雷车主会的荣誉主席，目前该车主会在上海已有约400名的成员。哈雷是07年进入中国的。进入中国以后呢，我们逐步通过我们的车主会，通过大家车主的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形象展开开来，让大众呢都接受这种文化。这个文化应该讲，中国的老百姓都非常欣赏。一个呢，它有那种豪爽的一种气质存在在里面；还有一个呢，跟大自然的亲密结合；还有一种自由大道的那种精神。让人充分去享受快乐的每一天。哈雷的魅力有多大？身为潘黄妻子的夏颖最清楚。他基本上家里的事情不大管了，只要哈雷有活动有电话，然后他基本上就是去了。星期六、星期天见不到人的，他只会告诉你哦，我今天有活动哪里了，然后会有去酒吧，然后一起去骑行，然后基本上现在3年的激情过了，稍微好一点了。骑行拍照。大队人马骑到哪都是美丽景色之外的另一个焦点。雾有影响，速度慢，但是挺好玩的。维吉尼亚州的路真是名不虚传。头有没有晕啊？这么拐来拐去的路？不晕呢，我们昨天拐1天了。找专业的跟我们说。维吉尼亚的路。来自北京的郭峰是北京哈雷车主会的副会长。我觉得美国，它的这个交通法规啊，法律啊很健全，而且大家都很遵守这个法律法规，相互之间呢都很礼让，这是在国内呢目前可能还是办不到的。我说，如果说，在中国要骑这么长的距离，这么短时间骑这么长的距离的话，那纯属一种冒险。可是在美国呢，秩序各个方面环境都非常好，我觉得是一种享受。骑行沿途，美国各地哈雷车主会对这个活动的支持与表现出的热情与友好，让这群中国骑手受宠若惊。我没有想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人民对中国友好的这个程度，我没有想到。原因是呢，就是我们的很多车都挂着国旗。当时我们担心可能还会有安全的问题，因为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很多人呢就是没有工作，那直接的指责呢就是说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太多，把工作机会拿掉。但是我没想到这一程呢是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国的国旗。凡是国旗到的地方，不管是当地的媒体也好，人民也好，大家都竞相的过来，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哈雷戴维森的产品卖到中国，而且中国的骑手呢骑着到美国来骑哈雷戴维森，来享受美国的这个风光和人情，我们对他们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惊奇。It's a family, and you know when you get a Harley, if you get out on the highway like this and break down. 哈雷就是一个大家庭，在美国骑哈雷，如果抛锚，一定会有人停车下来帮忙，因为你骑哈雷。我不知道其他的摩托车会不会得到这种待遇，因为我没骑过。只要骑哈雷就是一家人，你对其中一个人有意见，就是对所有人有意见。就像我在海军陆战队时一样，你欺负了一个人，将会有成百上千的人来对付你。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车主会纷纷成立的阶段，这是我们自2次大战以来就已经进入的阶段。而中国车主让美国哈雷同好们大开眼界的，则是雄厚的消费能力，如风扫落叶般扫过沿途的哈雷经销商。拥有3家公司的冯征是北京车主会的成员，在北京开了家哈雷主题酒吧。我这回买了一些吧椅，酒吧的椅子，很沉，但是背回去应该算是国内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是
哈雷的酒吧椅。对啊，还有酒吧桌子，还有沙发，但是太大了背不动。要能背我全背回去，这就是不是开车来的，要是开车来的全拉回去了。你看到这边车子的价格，你觉得怎么样？都想买回去，都想买回去，太便宜了，太便宜，太便宜了。比如说像这一部在国内大概要卖到多少钱？这个23000美金，合到20万，十几万。这部车37万。37万啊！我在国内就开这个。哇！哈雷在中国高昂的售价属于奢侈品范畴，这也形成美中哈雷车主鲜明的对比。美国的车主呢，在哈雷来讲呢，是这个跟这个人的这个经济地位呢关系不是特别密切。也就是说呢，哈雷的车主里呢有很富有的人，同时呢也有不是太富有的人，是因为喜欢这个文化，因为父辈的这个传承，所以呢就是省吃俭用啊来骑哈雷。而在中国的哈雷的基本上呢都是这个就是生活条件相当好的人，所以你到中国去呢，就是我们的骑手比较容易高谈阔论啊，比较这个就是注重服饰，而美国的骑手呢更加注重的这个骑行和人们的交流。一场大雨让行程的第11天有了个湿淋淋的开始。这群在中国国内算是新富阶层的团员们，换上雨衣，冒雨整队出发，丝毫没有任何抱怨。今天他们要参观位于宾州约克的哈雷工厂，是所有哈雷摩托车迷一定要来的圣地之一。工厂参观经理艾米·华纳用简短的中文问候大家。欢迎来 York。参观哈雷工厂包含了参观制造与组装几种特定款式摩托车的流程。整个过程一律禁止拍照摄影，而哈雷工厂也特别准备了咖啡以及早餐来招待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今天的参访团很特别，我们工厂有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越来越多的亚洲与其他国家的游客到这里来，每年大约以12%到13%的比例持续增加。曾经到中国参加过08年骑向孔子的约翰斯比托，特别来到哈雷工厂与中国骑士们会合。他并设计了一小段骑行路线，要带中国骑士们走一走。Although the loop is very short, what we try to include in it, there's some normal. 这一小段路可让中国骑士们看到一般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郊区，很有历史的廊桥与阿美诗人的农田。这次行程策划的也很好，这个线路呢，因为有当地的车主会带我们一起走，所以有很多线路我们都自己走不到的线路，他们都会带我们，所以感觉很有体会。最大的收获是感受到美国这种机车文化，感受到美国人民的这种非常热情、非常友好。Jeff and I learned a lot. They hopefully learned a lot. 季芳和我学到了很多，也希望中国骑士们学习到关于我们国家、我们文化及人民的许多事情。从我个人的观察，我对美国人民在行程各地的表现感到欣慰。这趟文化传承之旅，在团员们参观费城市政厅，并受到副市长艾伦·格林伯格接见之后，画上句点。It's terrific that Harley riders from China are visiting not just Philadelphia, but the United States in general. 中国的哈雷骑士来费城及美国各地骑行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哈雷是美国的象征之一，现在在中国销售并成立车主会，而中国哈雷车主来美国本土骑哈雷，也为旅游增添新的寓意。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画面，也是美国人乐于见到的画面。这说明了我们有能力达到一个大同世界的目标。一个图案为毛泽东肖像置于哈雷摩托车 V 型发动机中间的车队徽章，为副市长格林伯格的讲话写下了最佳的注释。这个队徽是来自湖南的哈雷车主沈勇为美国友人准备的小礼物。我把这个大的送给了这个哈雷的总裁，把这个小的送给了那个
哈雷的第4代孙，啊，他们都说这个非常好，而且把它收藏了。啊，他们会绣在衣服上吗？有没有说他们会绣在衣服上？啊，这个没说，但是他们说了，他要好好的把它收藏好。啊，他说这个太有意义了。呐喊自由的哈雷发动机，毛泽东的肖像，美国的平直公路，中国国旗与哈雷骑士，美国人民的直率与热情，与人民币四处席卷扫荡，交织出一次意义非凡的旅程。然而，更重要的是，旅程结束后，参与旅程的每位人士与各个方面都是赢家。美国万花筒记者刘恩明、岳成发自宾州的报道。